今天这个就是我梦想中的炒泡面，芥末可以多加一点。经过了高温，芥末就没有那么辣了。倒入1大杯白酒和醉螃蟹，这料汁浸泡上一晚上，不可能不好吃。完美的切片五花肉，彻底的治愈了我的强迫症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超级清爽，就算是吃宵夜，鸡皮也是不能吃的。光光这泡面我就馋得流口水了，再来一杯适合春天的饮品。抹茶奶盖封顶，用草莓碎装饰一下。好吃到缩手指的罗氏虾。肉质像果冻一样的香辣醉蟹，还有外焦多汁的五花肉，再来一口满足感十足的炒泡面，最后用草莓抹茶牛乳收尾。这样一顿超豪华的炒泡面，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秋天啦，又要开始贴秋膘了，大家都要好好吃饭哦！好好吃饭大赛，我来交作业啦。海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进去，盖盖焖煮45分钟。秋天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猕猴桃，像秋天一样暖暖的，又有夏天的清新。果肉冰棒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还可以直接做成冰淇淋。一点点炼乳调整甜度，冷藏的时间不要太久哦。蒜末、葱花、小米辣爆香，强烈建议来一点腊肠。生抽、蚝油简单调味。牛肋条焖好啦，全部倒进锅里。这个秋膘我贴得实实在在，简简单单来摆个便当吧。就问这一格有谁不喜欢？贴秋膘的美食怎么能没有我最喜欢的虾滑呢？炸的时候记得小火慢炸。生菜打个底，把虾排摆进去，再来2个溏心蛋。饭后甜点是马卡龙、水果还有柿子汤圆。这一份便当你们给几分呢？再来做一杯喝的，猕猴桃捣碎，拿枚冰块打底，杯壁上贴上猕猴桃，加入冰茶，看着都觉得清爽。软烂的牛肋条，吸满汁水的米饭，酸甜清爽的猕猴桃赶走了夏天留下的燥热。快给你爱的人吃吧！今天这道我愿意称之为最省事的减脂餐。
我一直很好奇，元宵节到底是要吃元宵还是汤圆呢？加入葱姜水，多搅拌搅拌，把水搅进肉里，这样做出来元宵超多汁水。注意手法，虎口慢慢收紧。试着剪开，可别掰断咯。话说，你们知不知道鸡公煲和黄焖鸡的区别是什么？用啤酒代替水，蒸发掉酒精，留下麦香，味道会更浓郁、更爽口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样，反正我们这逢年过节一定要吃蛋，还不能是煎蛋，寓意着平平安安。经常看我视频的，能不能帮我算算我去年吃了多少只猪蹄？南方的小伙伴如果不会剁，可以叫老板帮你切；北方的我就爱莫能助咯。先入后煎，入味的同时口感还巨好。既然不知道该吃元宵还是汤圆，就两个都做吧。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油温不能过高，160左右，时间不能太久，1分钟就好，千万要注意别被炸了。没有泡面的鸡公煲是不完整的。这猪蹄浸泡下汤汁，谁吃谁知道。
超入味的鸡蛋也是一绝。外面是酥到掉渣却又吸饱汤汁的油条，里面是糯叽叽的元宵，而且还超多汁水。最后来个糍粑汤圆收个尾，小心烫哦！这样的元宵大餐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而且是用真草莓果汁做的哦。首先第一步，给草莓去籽。你们知道一颗草莓上面有多少草莓籽吗？整整374颗。所有的草莓模具都不合适，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做。可以少量多次倒，要不容易炸焦。第二步，把草莓汁变成透明的。和平时吃的水果不一样，草莓真的很不容易出汁，所以得加点黑科技，一点点的果胶酶和一点点的抗坏血酸。接着保持50度水域2小时，提高更多的出汁率。离心机真的太贵了，我们来手搓一个。剪2个圆，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。根据画的线在中心相同距离戳下2个孔，掏2个小孔，把 PE 管插进去，稍微要保留一点斜角。像我这个年龄的，小时候肯定都玩过。怎么样，这个撞速也够快了吧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效果不太好。那就来第二种方法。先把草莓汁中的果肉残渣过滤出来，确实清澈了，但是不够透明。那我们来试试第3种方法，找出家里的冰球模具，冻成草莓冰球，重新拿一张滤纸，铺上棉花、活性炭，再来一层棉花，最后放上纱布，把冻好的草莓冰球放上去。胶体因为低温脱水而浓缩，破坏了稳定性，最后形成了沉淀。而滤纸和活性炭吸取了多余的色素，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杯透明草莓汁。凝固剂用的是琼脂，这样不会有多余的腥味。第一次自制模具还有点小紧张，把透明草莓汁倒进去，放入冰箱冷藏凝固。每一个细节都分毫毕现，堪称完美。装回草莓叶，再手动一颗一颗的把草莓籽放回去。一颗透明的草莓就完成啦。闻起来和吃起来都有浓郁的草莓香气，但是口感嘛就一般般，比较像果冻。这一颗你们觉得最适合卖给谁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相信我，没有一个女生能拒绝这样的 Hello Kitty 便当，就算是男生也拒绝不了吧。如果想要这个饼配配方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发给你。肉饼我也压了 Hello Kitty 的图案，但是煎完以后全都不见了。准备好了，组装起来。我呢，雷打不动，每天都要吃1个蛋。白煮蛋吃起来没滋味，来试试这个酱汁溏心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记得要用无菌蛋哦。
再来做个鸡胸肉，绝对颠覆你对鸡胸肉的认知。我用的是玉米片，也可以用薯片来做。用烤箱的话，200度18分钟。薯片或鸡面、芝士，这搭配加在一起，怎么可能不好吃？看这弹性，完美。做了大汉堡，再来做个小汉堡。我用的是松饼粉，正常超市都可以买得到。中间夹上自己喜欢吃的食材，一口一个，颜值还高。不得不说，做 Hello Kitty 便当，模具真的很重要。怎么样，我这个画工还是可以的吧？最后这个真的是最难，也是我做的最久的。分成3小1大，抹上黑色、黄色、粉色食用色素。别看只有这一盘，做了我3个小时。Hello Kitty 配上粉粉的樱花味果冻。满满一便当的 Hello Kitty， 看着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变好了呢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今天来做一份2厅3室1卫的便当，想要讨好对象的可要学起来哦。把排骨的骨头抽出来，年糕填进去，最关键的就是这几坨话梅啦。排骨先放着，用全世界最完美的食物土豆来做一份炒饭。油稍微多一点，倒入土豆丁，炸到边缘焦黄。这汤汁，这米饭，绝了！闻起来浓浓的话梅香气。先把便当第一个客厅装修一下。这种包馄饨的方法真的太实用了，速度快一点，10秒钟我能包3个。加入煮好的虾滑馄饨。
这就是便当的第2个客厅。火鸡面里面的芝士也太少了，我自己再给它来一点。2道主食都有了，再来个甜点吧。记得要用可生食的鸡蛋，达到这样微微发白的程度。融化好的蛋液倒入提前打发的奶油中，放进冰箱冷藏。再来用虾滑做一份小吃。锅一定要是不粘锅，蛋也不要煎得太熟，熟过头了卷起来之后很容易散掉。我最喜欢的不用到烤箱的甜品巴巴鲁亚做好啦，自己做的切开成就感真的是满满的。第一间卧室用来放虾滑蛋皮卷，别问我为什么只放一小块，剩下的我全吃了。便当嘛，营养均衡。最后一个就是水果啦，最中间挤上番茄酱。家里有小朋友的，可以跟我一样用小呆萌做成这种纯果肉冰棒。把芒果果肉捣成泥，加入牛奶还有茉莉花茶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糖浆，shake一下。最后配套的饮料也做好啦。如果你是我对象，这份便当你会满意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把对象爱吃的都放在一个便当里，是什么样的体验？鳗鱼可真的是太神奇了，怎么能这么好吃？来点火鸡面、鳗鱼趁热饭，用热量融化芝士。第一个大蛋煎的鳗鱼饭团就做好啦。我又新学了一种面条做法，拉条子。揉好的面团先醒10分钟，盘子和面饼上都喷上点油，这样不容易粘在一起。选这种香而不辣的辣椒，用开水泡开。这个过程真的太有意思了，超级有弹性。拉完之后直接下锅，捞出后记得过冰水，口感会更 Q 弹。拉条子里面有了牛肉，我还觉得少了一点海鲜。记得用锅铲压一压，这样大虾会更加平整。这第2个应该没人会不喜欢吧？夏天过去了，来吃最后一次炒冰。最后一次嘛，肯定要做超大份。再把青提和水果番茄一起剁碎。铺平之后送入冰箱，大约半个小时，慢慢结成冰沙就好。再来一次，把水果颗粒做得更小一点。
看了这么久的视频，鸡翅去骨应该都会吧？蛋黄也下锅，炒至出沙。我的妈呀！鸡翅、虾滑、咸蛋黄，这绝对是世间最完美的搭配。越南春卷都有吧？过一遍水泡软，铺上芝士或鸡面，然后包起来。再找出一个平底锅，把芝士碎融化。这一口下去，谁能挡得住？这一个便当里啥都有，还缺最后一个甜点。面糊详细的配方放在屏幕上咯，你就按照这个配方去做，一做一个不吱声，成功率超级高。像这样冒起大气泡就可以放面了。淋上酸奶，来点猕猴桃和蓝莓。这样的一份便当，色香味俱全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我的炒冰。这么一大盘，切起来太治愈了。赶紧给对象安排上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觉得只有家常菜才是最百吃不厌的。先来做一道大手牵小手。猪蹄和鸡爪分开来放，这样鸡爪就不会炖得过烂。上气后压10分钟。再倒入鸡爪，爱吃辣的一定要做这个料汁。直接倒进去，翻拌均匀。满满的胶质，吃起来嘴巴都会粘在一起。表面撒上淀粉，豆腐会比较容易煎出脆壳。腌制的配方在屏幕上咯，最后可以喷上点油，锁住牛肉的水分。新鲜的大虾最好吃的做法肯定就是清蒸。不接受任何反驳，利用水蒸气将猪油融化，来点葱花、蒜末、小米辣，搅拌搅拌，鲜甜 Q 弹，超绝！淋入一圈料酒，放入改好花刀的鱿鱼。卷边了就立马捞出来，在中国这个叫荷兰豆，那么在荷兰这个叫什么呢？鱿鱼要先下锅爆炒一下，这样才有锅气。
做了满满的一桌。我一个人可吃不完，要请2个朋友来家里一起吃饭。软糯的大手牵小手，鲜香弹牙的荷兰豆炒鱿鱼，还有鲜甜的大虾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做这个便当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从盖上饭盒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象中午吃它有多爽了。料汁就是经典的糖醋排骨味，详细的配方我会放在屏幕上。稍微多焖一会儿，焖得越久越入味。把虾枪剪掉，防止扎嘴，开个背，方便入味。芥末是料汁的灵魂，可以多来点，不用担心太辣。下锅之后，高温就会打走辣味，只剩下芥末的香味。接下来就是下饭神菜拉式西红柿炒蛋，这个就和平时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了。边搅边淋，慢慢的倒入蛋液。不用担心我这个油用的太多哈，我会回收再利用的。接下来就和平时做的番茄炒蛋差不多，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味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甜口的。发现了吗？一共有2种西红柿块，小块的负责出汤，大块的保持口感。粘炒的秘诀当然就是淀粉水啦。吃便当嘛，没有蔬菜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捞出过一下冰水，口感会更脆。没有买到芝麻盐的也可以自己做，熟芝麻打成粉，加点盐拌一下就行，真的巨香。排骨也收汁的差不多啦，看看这颜色，谁看谁不迷惑呀？快都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一代女神有一代的饮食清单，不仅要好看好吃，还得低卡健康。话说过完年你们都胖了多少斤呀？鸡蛋绝对不能煮得过熟，这样蛋黄的颜色就不好看了。尊贵的虎爷，出来说说这一盘你们多少钱会买？胖了也没关系，今天这一顿是标准的减脂餐。鸡腿肉记得撕去鸡皮哦。
只是来一点，没有芝士怎么能有力气减肥呢？再来做一份无米寿司卷。将煎好的大皮一张叠一张，然后卷起来，切成蛋丝。尽量铺得整齐一点，这样切出来横截面才好看。身材管理也讲究张弛有度，来一份炸鸡腿，给自己多一点动力。酱汁的配方放在屏幕上哦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怎么会有这么清爽又浓郁的酱汁？听着这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了。我觉得减脂餐最可怕的倒不是味道不好，而是吃起来很无聊。看我组合一下，让它变得有趣又好吃。一口一个秘制小汉堡，多种食材的口感被集合在了一个寿司卷里，一口一个的秘制小汉堡超级多汁，口蘑的汁水和虾滑的 Q 弹完美的搭配在了一起。作为饭中餐的炸鸡腿，充分的让人感觉到了满足。这样的标准减脂餐，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那么多种肉，你有最喜欢的就是牛肉。喜欢吃牛肉的，这一期可不要错过喽！味道可以稍微下重一点。翻炒均匀，倒入清水。排骨打底，倒入米饭。前面炖好的汤汁也不要浪费，比平时做米饭的水位先稍微少那么一点点。每一粒米都油光锃亮，裹满了牛油。第二道尤其适合那些嫌吃牛排有骨头的。压过之后的牛排可以很轻易的把骨头抽出来，像我这样切成小块。辣椒我用的是这种2荆条，怕太辣了也可以直接用青椒。
来2勺前面剩下的牛排汤。牛排加骨肉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吧？牛肉怎么能没有肥牛呢？用饺子皮来包包子，这才叫皮薄馅多。表面煎完之后，来一点点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把包子焖熟。这一道我是特意为那些家里有小朋友的人准备的。牛肉、鸡蛋、大虾，还没有过多的调味。对于小朋友来说，好吃又放心。最后再来个菠萝牛肉串，味道好不好就看这一步。淀粉可以更好的让料汁挂在牛肉上。串好之后，表面喷上一点油，直接丢进空气炸锅。新鲜的牛肉烤的时间就不要太久咯。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便当，它可是牛肉爱好者的狂欢。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对我而言，做美食的最高荣誉就是从心爱的人嘴里说出这个很好吃，以后经常做吧。我是家人的金牌大厨，爱意浓，情更重。为了这个目标，当然要有一把好刀。毕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硬度、性能越级对标的18子座，自然是我的首选。3.8度高耐切，从第一道冷盘到最后一道水果，它都能保持出厂般的锋利。用冰镇过的白菜将食材包起来，简单的调味下，清水不用太多。白菜切得薄如蝉翼，再用锋利的刀尖划成细条。丢入水中缓缓舒展。再来一道不用肉的红烧肉。冬瓜作为肥肉，瘦肉的部分就用豆腐。油炸一下，口感会和肉更香。像我这样按顺序组装起来，锅底的冲淡不仅可以防止糊锅，还可以增加葱香。调味料用的和红烧肉一模一样。焖煮的过程中注意反面上色。你看得出和红烧肉的区别吗？食材基础，储藏就不基础。用心做的家常菜也可以显贵起来。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闲修做饭第3期究极体。今天做的全部都是大菜，没想到吧？大菜也能用写修。去完皮的番茄搅打成泥，和牛腩、香料、料汁一起倒进锅里，
搅拌均以后，什么都不用管，直接按下煮饭键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再放入土豆，再煮20分钟。一滴水都没加，牛腩一夹就烂，土豆也是超级入味。简简单单来点米饭拌在一起，这谁能顶得住啊？第二道来做个蒜香排骨。正常做蒜香排骨真的超级麻烦，步骤超多，邪修的方法就方便多了。蒜末里拌一点香油，这个粉是大蒜粉，不仅增加风味，还可以在表面锁住水分，形成脆壳。先烤13分钟，然后翻面。真的是蒜香四溢，一整道菜做下来半个小时都不要。谢秀真的超级聪明，什么样的边角料都可以用得上。家里剩下的饺子皮挤上虾滑，就这么一扯，虾扯面就做好了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，这个就是平时的红油料汁。这可比平时去外面吃的拌面好吃太多了。海鲜不够，来煎个鱿鱼，用油泼辣子做底油，煎到过程中风味就已经全部融入进鱿鱼里。从我开始做博主，脆皮五花少说也做了5、6次，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么简单。如果担心不能起泡，可以刷一点红醋。真的一点都不比我之前做出来的差。荤菜的邪修有了，来个素菜的邪修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青菜绝对不会软趴趴，火候什么的都是刚刚好。接着就到甜点啦。讲真的，我正常做泡芙都不一定100%能鼓起来，用这个方法做，居然没一个失败的。我确实挤得有点丑。内馅用的是芋泥馅，吃不完的放进冰箱，冻起来也是巨好吃。最后薯条这一格来一点蔬菜沙拉。今天这份便当你们满意吗？你们给打几分呢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马上就要入冬啦，你的入冬套装准备好了吗？大声的告诉我，我今年绝配是什么？当然是麻辣小龙虾啦！觉得不够浓稠的，可以多来几片芝士片。摆上2颗溏心蛋，装饰一下。在你们心里，冬天是什么味道呢？是不是红薯这样温暖香甜的味道？挤上芋泥，铺上麻薯，再搞上2大勺芋圆，这一份拿出100汤，直接被抢光。普通的饭团天天做，做腻了，今天就用土豆泥来做一个。
我还准备了点炸鸡，有条件的就自己做，没办法的可以直接买成品。冬天嘛，当然也少不了板栗，没有专门的开口器，可以在底下垫一个瓶盖，这样就不容易滑走，划伤手了。淋上糖液，搅拌均匀。这个时候，栗子的香气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，稍微烤一下，那叫一个香，完全不比街上卖的差。总觉得今天肉不够多，再来一个可以嗷呜一下一整口吃掉的鸡腿。牛奶腌制可以让鸡腿变得更多汁。还要再来点水果，这个脆脆的是奶皮子。简单的把水果开个口，把酸奶抹进去。教你们一个方法，怎么看汤熬好了没有？可以拿个竹签沾一点，快速放进冰水里，有啪的一声就是可以了。放在奶皮上，多重口感，多重暴击。这个最外面是微服豆皮，内馅是火鸡面的，下面的部分想吃什么就放什么。哇塞，这一份颜值是真的高，要是带出去野餐的话，摆出来隔壁的小朋友都要馋哭了。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想没有人能拒绝秋天第一口鲜的快乐吧。今天带你们解锁一下，看看全国到底有多少种螃蟹，到底哪里的螃蟹最对你的胃。吃蟹地图第一站来自浙江的青蟹。大虾撒上淀粉煎一下，青蟹也要过下淀粉，这样你们的肉就不容易漏出来了。想要味道好，料汁很重要，配方一定要记牢哦。底油也要用大料炸香。配菜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，虾和青蟹都是熟的，所以翻拌一下就好了。我尝这一口好久了，鸡爪的胶质都裹到了青蟹上，巨好吃。吃蟹地图第二站来到宁德呷哺，用的是三眼蟹，一定要是鲜活生猛的。把不能吃的蟹腮、蟹心也去掉，蟹钳敲一敲更入味。生腌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喽。这个配方不仅仅可以用来腌螃蟹，腌其他的海鲜也很好吃。完全没过三眼蟹，浸泡一碗。吃蟹地图第三站，阳澄湖。吃螃蟹怎么能没有大闸蟹呢？把蟹黄和蟹粉都剔出来，再准备一份爱你形状的猪肉泥。肉馅想要多吃，这一步很关键。最后加入一块浓汤宝。用包包子的手法把肉馅包进去，先煎2分钟，倒入淀粉水，再焖5分钟。看看这脆饼，也太诱人了。肉质细嫩、裹满酱汁的浙江青蟹，果冻一样丝滑的呷哺三眼蟹，多汁的阳澄湖大闸蟹。这样丰收的时节，你们最喜欢哪个地方的螃蟹呢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
今天是鞋球便当升级版完全体2.0，秘诀就是雪王，蜜雪冰城真的是调料界里的新东方。今天的便当主角就是它。那么多款意面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培根奶油意面。今天不用奶油，用雪王圣代。吃起来不会甜，反而体现了蘑菇的鲜，浓稠度也是刚刚好，可以牢牢地扒在意面上。第二款我们来做排骨，简单的去腥焯个水，一整杯半打鲜橙直接干进去，生抽调味，老抽上色，再来一点盐。焖煮收汁，趁着这时候来做个茶叶铁蛋。没想到吧，雪王居然连茶叶蛋都能做，看颜色就知道有多入味了。不着急吃的可以放冰箱再浸泡一晚，味道会更加的入味。撒上芝麻，味道比可乐排骨好太多了。我觉得主要还是橙子的功劳。便当的第一个装修好啦，来做第二个，用雪王来做无骨鸡爪。一整杯香柠百香果倒进去，记得要备注去椰果，我给忘了。不想用雪王做的，也可以直接把百香果和柠檬买回来，味道会比这种更浓郁一些。接下来2道用甜品来做甜品。你买回来的圣代是什么口味，做出来大福就是什么味道。手袋抹点油，手套记得多戴几层，趁热拉伸，这样才柔韧不容易破。把冰淇淋那些放进去，再把这个小球球剪掉。这个泡芙是不是看起来超可爱？原味的我们就用来做蛋挞，这应该是蛋挞最简单的做法了，完全没有难度。180度15分钟，香味直接飘得满屋都是。沉香排骨都有了，怎么能没有香柠鸡翅呢？其实平时我们做菜的时候也会加很多的糖，主要都是用来提鲜的。用蜜雪冰城来做，点单的时候注意低糖就好。全部都做好了，把剩下的格子也来装修一下。赠送的珍珠小料也不要浪费。雪王出来撑场面。今天没有饮料，今天是石榴最好吃的吃法。我买的还是突尼斯卵子的石榴。可以加一点炼乳调整一下风味。这一杯的快乐谁懂啊？今天的雪王便当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天气转凉，一个人窝在家里吃关东煮的快乐谁懂啊？记得要把边缘削下，这样不容易煮烂。自己吃的福袋当然要包得满满当当，用贡菜封口，3分钟。最后再来个天妇罗大虾。腹部鸡的断筋，炸的时候就不容易卷起来。自然滴落一些面糊，在炸的时候把这些小颗粒粘起来，真的巨酥脆。稍微沾点加热关东煮料汁，显得更加鲜甜酥脆。我在家里简简单单来上这样一份关东煮，身心都温暖了起来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